夺去人类性命最多的动物是什么？是狮子还是老虎？其实两者都不是。让我给你们点数字吧。每年因为鳄鱼而死的人大概是1000人每年，而狗导致人类死亡的数字则是大概在6到7万人每年，而当中大部分都是因为狂犬病。而蛇导致的死亡人数则大概在每年9到4万到12.5万人。而杀死人类最多的动物就是蚊子，每年会杀死70万到100万人。看完这条影片，你会了解到全球主要的蚊媒疾病，它们相关的疫苗和药物资讯，还有我们作为游客的食用防蚊资讯。按病原体分类，蚊媒疾病主要可以分2种：病毒性的，例如登革热、黄热病、寨卡病毒、季孔肯亚热、日本脑炎；还有寄生虫性的，例如疟疾，还有淋巴系统病。按全球死亡数来算，第1名是疟疾，第2名是登革热，第3名是黄热病。刚才我们就已经提到各种疾病导致死亡的排名，那现在我们说一下按感染的数目来排名。那第1名是登革热，第2名是疟疾，第3名是季孔肯亚热。在这里必须强调，这里给的数字都是不准确的，不同的统计都会给我们非常不一样的数字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以上的排名大致上是正确的。在显微镜发明之前，人类完全不知道疟疾的真正原因。古代中国、古罗马、古希腊都用同一个词形容它——瘴气，意思是山林沼泽里飘出来的毒物。而且当时这个现象看起来确实很合理，因为只要你走进沼泽、热带森林、河边、稻田，人就会生病。所以古人以为是空气臭到能杀人，所以英文 malaria 这个字就是坏空气的意思。整个世界都相信，只要远离湿地，打开窗来透气，就可以避免疟疾。结果我们错了2000年，杀死人的不是雾，不是空气，而是雾里面的蚊子。1880年，一位在阿尔及利亚军医院工作的法国医生 Dr. Laveran 做了一件改变世界的事情。他在一名疟疾患者的血液里看到一个会动的东西，他就把它命名为一种新型的生物——疟原虫。这是史上第一次有人真正看见疟疾的病原体，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确认的原虫性病原体。但问题来了，它是怎么到人体的呢？病原体倒是找到了，但传播者则在17年后由另外一位英国医生 Ronald Ross 找到。他做了一系列很疯狂的实验，在印度养蚊子，然后让他们叮病人的血，再把蚊子解剖。结果他发现疟原虫竟然在蚊子里面繁殖。那一天是1897年的8月20号，后来被称为世界蚊子日。Ross 也因此获得1902年的诺贝尔奖。不同的蚊媒疾病可以带来不同的严重后遗症，例如黄热病可以带来肝肾衰竭，季孔肯亚热则可以带来慢性关节炎或者长期肌肉痛，而日本脑炎则可以带来一些严重的脑损伤。有些蚊媒疾病更会导致终身的残疾，例如淋巴丝虫病引起的橡皮症，就是淋巴系统受到破坏，导致淋巴液积聚在脚以及阴囊，就算寄生虫被清除，病人也不会完全康复。另一个例子是寨卡病毒引起的小头症。当孕妇受感染，病毒是可以穿越胎盘，并损害胎儿的神经干细胞。另外一个我特别想提到的是登革热，因为它的免疫学特性是很特别的。登革热病毒有4个亚型，当你感染第一次，感染其中一种亚型以后，你会发展出抗体，但是这个抗体并不能保护你免受其他3种的感染，相反，它会让你那个第2次感染到其他亚型的时候，发生重症的几率更高。这个登革热独有的现象，我们称之为 ADE。相信大家都已经能感受到，蚊媒疾病对于游客是一个很真实的健康威胁。所以接下来我也会分享一下我们有什么能做到。首先，你应该了解到你的目的地，了解他们是否蚊媒疾病的疫区。
值得留意的是，这一类网站有可能只就暂时发生爆发的一些国家进行警告，一些长期有文明疾病的国家，它未必有警告的。疟疾是有预防药可以吃的，而黄热病是有疫苗可以打的，而黄热病疫苗也是很多国家入境所要求的一个疫苗。所以在你出发前往有疟疾或者黄热病的国家前，记得找你的家庭医生谈一谈。至于登革热，由于之前说到的免疫学的特性，旧的疫苗只会给曾经已经得过登革热的人，但现在他们已经有新的疫苗了。聪明的你或许已经留意到，很多文明疾病都是由病毒导致的，这就导致我们无论在预防还是治疗的药物选择上都很少，抗生素不会有用，抗寄生虫药物也不会有用，而很多的疫苗理论上是有选择，但实际上却很难找。所以我们就要接下来讲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主题：如何有效的预防蚊子叮咬。所有临床指南指出，要前往高风险地区，应该选择含有 DEET 或者 Picaridin 的驱蚊剂。DEET 是比较传统的驱蚊剂，但是它比较刺激皮肤，也会溶解塑胶，所以现在有新一代的驱蚊剂 Picaridin， 它对敏感肌肤比较好，而且不会溶解塑胶。这里有一个重点，要预防蚊咬，DEET 或者 Picaridin 的浓度必须达到20%或以上。临床指引指出，2月大到12岁大应该使用 DEET 为20%到30%的浓度，或者 Picaridin 为20%的浓度。而超过了12岁，他们就可以使用成人的配方，也就是20%到50%的 DEET， 或者是20%到30%的 Picaridin。除了驱蚊剂，指引也推荐我们使用 0.5% 的 Paraffin 去喷洒衣服以及蚊帐，它是一个有效杀死蚊子的杀虫剂。临床指南也对住宿环境是有推荐的。首先，你应该选择密封良好的冷气房；其次，你应该使用蚊帐。WHO 的蚊帐标准是每平方寸应该有156个洞或以上，这样才有足够的密度。情况许可的话，你应该尽量选择高楼层以及远离水体的住宿地点。那回到家应该做什么呢？为了保护他人，你应该继续你的防蚊措施3个星期，因为很多蚊媒疾病都有从几天到2个星期不等的潜伏期。在这里要说一个很有趣的疾病预防资讯，在卡病毒感染男性后，它可以在精液里面持续超过3个月甚至以上，而且它可以通过性行为传播，所以 WHO 建议男性应该使用避孕套3个月，或者如果他的伴侣怀孕，则应该全程使用避孕套，直到生产为止。完成旅程后，你也应该密切关注你的健康状况。一旦有任何发烧、出血症状、头痛、关节痛、腹痛、神志改变或者皮疹，你就应该马上就医，也应该告诉医生你去过哪一些的地区。请注意，疟疾的潜伏期可以长达1年，所以如果一旦有任何的发烧或者觉得发寒，请立即去求医，并告诉他们你去过什么地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个赞。如果觉得不够好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为什么。如果觉得不好看，请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哦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